你赚钱花钱天经地义，人之常情哦。但是应该以多少为限，能够处理一个题目，叫做没有罪恶感的花钱享受。来，我再说一次哦，无罪恶感的花钱享受。你只要搞定这一题，你至少你花起钱来你没有罪恶感嘛，对不对？就是爽啊，这样花钱才会爽啊。好，1/10法则是说，把你每个月收入的1/10拿去干嘛？痛快的花掉，但只能是1/10，就是你要买一些非必要的东西哦，什么衣服、包包、鞋子哦，像我们男生要买的话，就电动哦，或者什么模型公仔，好，只能花1/10哦。那月薪3万块，一个月还有3000块可以花。好，月薪5万块有5000块可以花，乱花哦，痛快的花，一定要把它花完哦，不能存哦。就是拿去释放欲望用的哦。我这样讲好像很变态，我想一下，拿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还是很变态，算了。好，总之你知道我要表达意思哦。那月薪8万块就是8000块，那月薪过10万哦，大概12到15万好了。那你就是有1万多块可以拿来干嘛？可以拿来乱花，痛快的把它花光，花这笔钱就不要有罪恶感了哦，就直接痛快的把它花掉，花光，因为它影响不了大局，就1/10的收入，然后它又能够去让你无罪恶感的花钱哦，它能够释放掉你的这些花钱的欲望。赚多少钱才够买房？揭露买房必须要避开的陷阱。先做结论哦，重点不是在赚多少钱。有人年收1000万还是在存头期款，有人年薪50万就买房子了，重点是你的决心有多大哦。那你能接受怎样的房子？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下卧之前不要跟家人说，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赚多少钱才能买房，这是一个 PTT 上的 po 文哦，标题我念一下。这个是 Woman Talk 版。闲聊，爱花钱消费的人很难买房子，认同吗？那内容是说，就是这个原 po 说，隔壁棚的人在讲，现在的人很难买房子，是因为每个月要花钱去健身房，然后线上串流影音平台订好订满，每天叫外送，动不动抽盲盒等等，反正就是列举了一堆你能想到的，什么出国玩啊、住饭店啊这种，然后问大家认不认同这样。好，那我先说我的看法。屁了，最好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哦，我们的爸妈那一辈应该每个人满手房子才对。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又没有什么 Netflix 盲盒这种东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手上没有房子让人家继承哦？好，那我想聊的倒也不是这篇 po 文，而是下面的回文，我随便截2个哦。来，第一个，年薪200万买不了房哦，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简单念一下。就是有个乡民 A 啊，说自己的年薪100，老公年薪200，然后还在存头期款。第二个是月薪5万已经买房，那个乡民 B 月薪5万，那这个乡民 B 啊，月薪只有5万，在基隆买了一间老公寓，他说60坪，那未看先猜应该5+6顶加嘛，那他说又是屋龄30年的公寓，又是基隆，应该没有那种一间这个公寓就60坪的。所以你要知道，买房不是收入的问题哦。就我们回过头来看这2个乡民哦，年薪加起来300万的人买不了房，年薪只有60万的人已经买房，你不觉得那里怪怪的吗？对，这时候我知道就会有酸民讲说，那个年收300的只要不看那么贵的，早就买起来了。对，我知道他也知道，但他就没有买啊。那月薪5万的就是上车了那为什么年薪300的没有买？我未看先猜，因为他觉得这些便宜的房子配不上他，应该都是这样。冠冕堂皇理由很多，但我自己的观察，侧面观察是这样他们就是要住很好很顶的房子。因为这个乡民 A 说，她跟她老公现在已经年薪1000万了，然后他们还在存第一间房子的头期款，这不是超奇怪的吗？年薪1000万存头期款，存哪里的头期款需要那么久？豪宅吧。只能贷款3成，自备要7成，所以然后在台北市总价超过豪宅线的反正豪宅就是一堆 debuff 就对了。那他如果年薪1000万，那要去存豪宅，这是讲得过去的但如果他只是接受一个，他先买一个自住不满意可接受，那应该早就上车了。最后你要知道，有心买房才买得到。那个乡民 A 也讲，他们虽然赚很多，但老公跟他自己的开支也是很惊人。
我动不动就吃大餐哦，什么米其林餐厅一餐1-2万，所以我下的判断应该就会是说，这个乡民 A 说什么家庭年收入已经1000万的，他应该也没有急着买房啊，不然不会是这种表现，你知道？就是现在有地方住，住得好好的，所以他们都没有起心动念要去买房子，反而是那个乡民 B 那个年薪50万乡民 B 他就是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一间房子早早入手，房子不满意可接受啊。那我也相信这个乡民 B 绝对是有动用一些存钱的手段，才能够购买到房子，不然现在房子真的都比以前贵那么多，这不是存什么2-3年前就可以买到的。所以买房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觉得说跟收入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什么月薪22K 现在也没有22K 啦，最低基本薪资不是帮你调到27000了那月薪3万块想要买台北市买不到，这个就先不讨论但如果我们只是把目标放在买一间房子以现在的环境还是很有机会的，你就不要瞄准那么贵的地方嘛，用空间换时间。什么你上班很远那你就应该要磨练你的技术去找能够远端工作的职缺嘛。COVID-19 以后，很多公司都有开放这个远端的职缺，你不是没有办法，你只是不想跳脱舒适圈而已。如果我第一间房子我就瞄准忠孝敦化，或是瞄准民生社区，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在存头期款，你信不信？就是因为我思考以后，你看我是买高雄现在才能够说这个日子比较舒适一点。好了，我买高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就喜欢高雄为什么喜欢我也不知道我要觉得高雄超赞台的很对我的胃口这样。所以买房子不是收入的问题，是你方向跟决心的问题。你年薪1000万，你要住什么房子才配得上那个年薪1000万的身价？那应该是过亿的房子吧？那过亿的房子当然是压力山大自然就没办法那么快做决定然后就算了，以后再说，现在还有地方住，先不想了拖，一路就拖，把原本1亿的房子把它拖成2亿，到时候上不了车，说自己买不起房，这不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吗？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赚多少钱才能买房。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篇 PTT 上的 po 文，那个原 po 就说有一堆的订阅服务在烧你的钱，还要健身什么的所以现在买不了房子。那我的看法是，那个不是主因因为我们上一代爸妈那一代就没有这些花钱的东西，还不是一堆人还是没买房子，这是真的老一辈也不是说人人满手房地产。那我也跟你分享了2个乡民的回文，乡民 A 总年收入从300万，家庭年收入从300万变成1000万，说自己买不了房，还在存钱。那乡民 B 月薪只有5万，在基隆已经有一间说60坪的房子我的推测是顶家了那你要怎么解释买房是收入不够高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买房这件事情跟方向跟决心有巨大的关系。如果你就没有很想买那就算你年薪1000万，也是继续过日子，慢慢存那觉得说买房不急没关系。那如果你就可能生活经验上有被没房子的苦给逼过，我那个观众留言真的有好几个然后故事都很精彩，他们在留言会留很长一段，然后这一边也是缅怀自己艰苦奋斗的过程我看了都是觉得说像这种有买房急迫性的人即使年薪不到100，还是会想尽办法去买。所以与其在那边喊房价好贵，居住正义，不如先静下来想一想说，你到底是买不起，还是说你就是不想买？那就我觉得说，这个磁场，这个顺心术，我这个课程，我觉得是你回到家里面，这个课程呢，回到家里面，每个人都适用。有学员问我说：“老师，这个我只能给我自己吗？全家都能用，全家都能用，因为你是小孩子，也是就文昌这些全家都能用。然后再来呢，这个课程我们是预录的，所以你下载之后，你可以不断的一直听，它没有限制，去对答案这样。对，你可以一直听，不会说哪天课不见了，就你可以重复的听，而且不限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课很值得。对，你就等于是说，你找了一个风水老师在你旁边，随时随地指导这样。对，而且我刚才讲，我也教你了紫白飞星这个的原理，以后每一年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学问不是只有单次，学问又不能用，你这个每年都能用，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啊。那我想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刚好快要过年了。对啊，那就趁着这个过年前大扫除的时候，把家里的风水再调整完布置一下。应该明年可以迎接很不错的运势那关注风水的朋友请一定要去购买这一堂风水磁场顺心术。
课程预购期间价格都会低于5折，那并且还可以输入优惠码，优惠码就直接输入买房阿元350就好了，就可以再折350块。我自己一定会去买那希望透过我自己帮自己家调整好，帮我的租客调整好后，大家一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钱多赚一点。讲八卦，那个薪水变高的同时还有一个天大的坑，叫做想要提升生活品质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假设现在有一个人就过了普通日子，然后一直忍耐压缩自己的欲望。那他中了一笔巨大的乐透，请问会发生什么事？会先去把以前的欲望这释放一遍，消费一遍。用了好几年的 Android 手机就把它换成 Apple 最顶旗舰然后那个国产车就把它换成双 B， 先烧个300-400万再说，这都是这样这个就是生活品质的，表面上看叫生活品质的提升，那实际上叫释放自己的欲望。薪水变高很容易带来这个负面的，可能我也体验过我也体验过这个情况，所以我知道我就是过来人，我很清楚这就不讲干话。以前收入很少的时候有很少的过法，收入膨胀起来之后突然花了钱就变多了，这个就是我认为收入提升很巨大的一个坑在这个坑就释放欲望的情况之下，我说释放欲望然后我又说我有经验，我是过来人，听起来好像我很变态，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以前舍不得买的东西，现在就敢买了我以前有读过书跟那个朋友有推荐一些书籍的一些截图给我看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跟你分享。这是2个东西，来，第一个叫做1/10法则第二个叫做2倍法则。好，这东西不一样我都介绍给你，你自己挑看看你觉得哪个 OK。我自己是遵从1/10法则，因为那个2倍法则我现在才看到好，1/10法则是什么？1/10法则就是说，你赚钱花钱天经地义，人之常情但是应该以多少为限，能够处理一个题目，叫做没有罪恶感的花钱享受。我再说一次无罪恶感的花钱享受。你只要搞定这一题你至少你花起钱来你没有罪恶感嘛，对不对就是爽这样花钱才会爽好，1/10法则是说，把你每个月收入的1/10拿去干嘛？痛快的花掉，但只能是1/10，就是你要买一些非必要的东西什么衣服、包包、鞋子像我们男生要买的话就电动或者什么模型公仔，好，只能花1/10那月薪3万块，一个月还有3000块可以花。好，月薪5万块有5000块可以花，乱花痛快的花，一定要把它花完不能存就是拿去释放欲望用的我这样讲好像很变态，我想一下，拿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还是很变态，算了。好，总之你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那月薪8万块就是8000块，那月薪过10万大概12到15万好了。那你就是有1万多块可以拿来干嘛？可以拿来乱花，痛快的把它花光，花这笔钱就不要有罪恶感了就直接痛快的把它花掉花光，因为它影响不了大局，就1/10的收入，然后它又能够去让你无罪恶感的花钱它能够释放掉你的这些花钱的欲望。这个要怎么讲？那理论上就是说反弹你那个橡皮筋绷得越紧到时候弹得越厉害。这个就是回到我前面讲的，一个一生都在忍耐的人中了大乐透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先乱花钱，然后去满足以前自己舍不得花的东西，然后300-400万先去了就这样。你忍耐的越凶狠，你那时候橡皮筋反弹的力道就会越强。1/10法则就是在控制这个东西，你就痛快的花吧没差，你就给他花。好，到时候橡皮筋根本就没有绷紧嘛，所以它也无所谓反弹反而能够更有效的控制金钱，而不会说遇到一个什么人生的挫折还是怎样，人生的意外就疯狂乱花钱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过，1/10痛快花光。我自己是 prefer 这个方法，我也没有那么严格去遵照这个东西，我往往都会把它花超过，但是我自己认为的好处是什么我就没有罪恶感对我自己赚钱我自己花爽就这样痛快花光，它不影响存款的大局，就1/10嘛。不要想说自己都是圣人，我们都是人就是会有人性的问题需要去面对。橡皮筋绷得越紧，反弹的力量越大。那你平常就是1/10这样慢慢释放，慢慢释放，反而可以走很久。那第二个东西第二个法则叫2倍法则。那我读了一下，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如果当初我读到的是2倍法，我可能就
就不会用1/10了哦。2倍法则是说，你要乱花钱可以，你要释放欲望乱花钱可以，你同时要做一样金额的那个投资或存款，就是说，假设你要花一个3500块买一个奢侈品，你明明就知道它是不必要的东西，只是为了爽哦去买的东西，那你就要花3500块去做投资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投什么，你就存款哦，就这样来抵消花钱的罪恶感啊，同时来带来投资的收益。这个是国外的书哦，所以他讲的是说要买等值的股票，可能国外的股票可以买零零碎碎的钱吧，我也不知道哦。那台湾也可以啊，什么零股哦，就是你要乱花钱都 OK 啊，你就是要去投资相对金额哦，2倍，所以叫2倍法则，这样可以实现无罪恶感的花钱享受。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今天讨论的那个什么什么年薪1000万家庭说还在存钱，来，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有浓浓的罪恶感在里面啊！这个就要问哦，就是说，奇怪，不管是2倍法则还是1/10法啊，你们怎么花起钱来啊？现在罪恶感又重啊，花的远超过，哪边出了问题？哦，哪边出了问题？这个真的要去理解，要研究一下，说不定啊，我说的是说不定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哦，心理疾病就觉得说啊，我那么辛苦，我那么累，我赚那么多，我就是要花，你管我？好，就花。然后下个月还是那么辛苦，还是那么累，还是要去花，这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就是能够让自己身心稳定的一些方法或事情可以去做啊，就很容易会变成这样。不然你说啊，年薪1000万家庭说还在存钱，这你信哦？这可能是一种花钱的心理疾病。那随着收入提高了，坑哦就是这样。你看他年薪1000万，他花了钱，他吃就要吃米其林，好，不然配不上他的身价。所以我说，有可能可以往心理疾病的这个部分去探讨。运气好是好在他们有钱哦啊，不要说什么那个年薪50万在那边吃米其林哦，那就要倒了哦。好，今天我跟你分享了这个无罪恶感的花钱哦，那去控制自己的花钱哦，然后赚钱存钱的方式哦，1/10法则痛快花掉，跟2倍法则，你花1份要存1份，或花1份要投资1份，就是这样，跟你参考，你自己挑你觉得喜欢的用。但我一直以来我自己遵从的是那个大概是1/10法则，所以你看我都没有罪恶感，反正我花钱我就花啊，赚钱就来花啊，当有一笔意外之财，那也是把它花掉。比方说发票中了200块，还要多20块，可以去痛快花掉，是也不怎么痛快，但是就是你知道你在花的是什么钱的话，你自己就会规范说哦，那我想要再更痛快的去花去。满足自己的一些什么虚荣啊，什么都好，那我就知道去赚更多的钱，来维护这个1/10法则的比例，那这样的话财务上才会是健康的，那跟你分享。